1976年秋天，一通来自美国的越洋电话彻底撕裂了金庸与妻子朱梅的婚姻。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是，他们年仅19岁的长子查传霞在异国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这一刻不只是家庭崩塌，更像是一个时代家庭结构的彻底断裂。据当时身边人回忆，朱梅接到消息后几乎无法站立，而金庸则陷入长时间沉默。但真正让外界震惊的并不是悲剧本身，而是悲剧发生后的家庭走向。因为就在丧子之痛尚未平息时，香港媒体开始流出另一个更刺耳的消息，金庸准备结束婚姻，并迎娶比他小29岁的年轻女子林乐怡。一边是死亡，一边是新关系的开始，一边是葬礼，一边是未来。这种时间上的极端冲突让舆论彻底失控。金庸出身名门，外界一直认为他理性、克制，甚至带有传统士大夫气质，但他的婚姻却从来不稳定。他早年的一段婚姻结束得极快，真正让他进入家庭结构稳定期的是与朱梅的结合。起初两人更像合作关系，而不是传统意义的夫妻。朱梅不仅是妻子，更是明报早期最重要的支撑者。她在最困难的时期，一边照顾4个孩子，一边参与报社运作，甚至承担大量执行工作。那时的他们是典型的共苦型婚姻，但问题也在这里埋下伏笔。当金庸的事业开始上升，家庭结构却没有同步进化，他开始越来越多地活在公众世界，而朱梅则越来越深地留在现实生活。两个人的世界逐渐分裂成2个维度，一个是江湖，一个是厨房与账本。转折发生在北角一家餐厅，那一天，一个年轻服务生出现，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源，甚至没有社会经验，她就是林乐怡。最初只是简单的互动，点餐、小费、礼貌交流，但一个细节改变了走向。她拒绝收下小费，理由很简单，靠劳动生活，不接受额外施舍。这个举动在金庸看来却产生了某种情绪触发。他长期处于压力、创作、公众身份之间，这种干净而直接的态度反而成为一种情绪出口。随后关系迅速升温，礼物开始出现，距离开始缩短，界限开始消失，甚至有传闻称他送出的礼物价值已经远超普通家庭的经济承受范围。当关系被曝光后，整个家庭的结构彻底失控。朱梅第一次意识到，问题已经不是感情危机，而是替代关系正在形成。1976年，远在美国的查传霞进入人生最低谷，他长期处于一种家庭夹层状态，父亲在公众世界不断上升，母亲在现实中不断承受压力，而他处于中间。当他得知父亲婚外关系曝光并即将离婚时，他心里的支撑系统彻底崩塌。他不断打电话回家，1次、2次、3次，语气从劝说到请求再到崩溃。据一些回忆，他曾反复说不要离婚，这个家还能撑住，但电话那头回应越来越短，甚至出现沉默。最终他选择离开。这一事件成为整个家庭无法逆转的裂口。儿子去世后，外界原本以为一切会暂停，但现实恰恰相反，离婚程序很快被重新提出。这种节奏在外界看来极其冷酷，甚至引发强烈道德争议。与此同时，围绕死亡原因的解释也开始分裂，一部分认为是家庭压力导致，另一部分则认为是个人心理问题。但无论哪种解释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，这个家庭已经无法恢复。朱梅此时的身份已经发生变化，她不再只是妻子，而是变成守护者。她必须保护孩子，必须保护未来。当离婚协议书被送到面前时，朱梅没有哭，也没有争吵，她只是看着眼前的男人金庸，冷声开口：23年，我陪你撑起明报，嫁妆也全部投入你的事业，现在你要走，我不留你。停顿了一下，他继续说，但有2个条件，没得商量。第一，明报大部分股权与现金资产必须划分给他，孩子的抚养费用由他全部承担。第二，林乐怡必须结扎，此生不能再生育。2件事做不到，我不会签字离婚。房间瞬间安静下来，空气像被压住了一样。随后进入正式谈判阶段，桌上摆着的是补偿、安排、财产分配，每一条都经过律师反复计算。
但朱梅几乎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她既不争也不退，只是重复着同一个核心条件：林乐怡必须结扎，此生不得生育。这一句话看似简单，却彻底改变了谈判逻辑，因为它不是针对现在的关系，而是直接锁死未来的结构。它切断的不是感情，而是所有可能延伸出的继承路径与资源分流。这是一种极其冷静的结构性控制条件，目的只有一个，确保所有资源只能留在既有孩子体系之内。房间一度陷入长时间沉默，没有人立刻回应。律师低头翻文件，没人敢轻易开口。直到很久之后，谈判才重新推进。最终，在现实与法律结构的双重压力下，这个条件被纳入协议，离婚继续。但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明白，这场谈判真正的胜负其实已经结束了。离婚后，朱梅依法拿到了股份和现金，那是她应得的，是年轻时熬过的无数个夜晚换来的。但她拒绝了金庸额外提出的豪宅与生活费，那些东西在她眼里带着施舍的温度，她不愿碰。她将大部分财产转入子女信托基金，自己搬进北角一间旧式唐楼，靠翻译和打字为生。那台老式打字机成了她最忠实的伙伴，每天清晨哒哒作响，像在替她说着说不出口的话。孩子们渐渐长大，金庸那边的教育资源和人脉更优渥，他们去父亲那边的次数越来越多。朱梅从不阻拦，每次只站在楼道口目送，笑着挥手，直到背影消失。小女儿曾红着眼劝她搬去同住，她摇头，妈妈有自己的日子，你们好好的就行。深夜，她偶尔对窗亲问长子川霞，妈妈做得对吗？无人应答。她守着财富却不依赖，守着回忆却不回头，用沉默和孤独为这场战争买了单。1998年冬，63岁的朱梅在香港一家疗养院病逝，走时无声无息，没有公开仪式，没有媒体关注，只有一间素白的病房和床头那台陪了她大半生的旧打字机，金属键帽已被磨得发亮，像她这一生敲击过梦想，也敲击过孤独。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写在泛黄的便签纸上，字迹工整，过好生活，互相照顾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控诉，像一潭深水吞下了所有波澜。多年后，年迈的金庸在访谈中被问及一生遗憾，他沉默良久，低声说，我最对不起的人是朱梅，但斯人已逝。这句话飘在风中，无人回应。这场战争没有赢家，金庸失去了长子与最懂他的伴侣，朱梅守住了孩子的未来，却走完了孤独的后半生。林乐怡即便走进他的晚年，也永远背负着无法生育的代价。最锋利的江湖从来不在小说里，而在人心之间。金庸一生写尽江湖，但现实给他的从来不是武侠，而是一个更残酷的问题。当家庭、情感、权力交织在一起时，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全身而退。这场故事里没有赢家，只有一个事实，江湖最狠的从来不是刀，而是人心。